热吧？笑看着冯新华问道。冯新华撸起 T 恤的下摆，擦了擦面上的汗。阿浩，这天天都这么热吗？今天特殊，有风时在船上是不热的。冯新华原本还想和他聊2句，但见阿和跟阿晨到了船尾收网，他又赶忙跑了过去。阿和，这得咋弄？在船上，你要是不问，没人主动教你的。倒不是大家敝帚自珍，主要是因为船上干活纯凭自觉。你要摸鱼，大家也不会多说什么，但2次出海后，第3次还能不能跟着一起，就很难说了。在船上，林浩永远都是笑眯眯的，几乎看不到他冷脸的时候。但老猫就不同了，看到不按套路来的，那是真骂。作为名义上的船长，他当然有权利让谁不要再上船。其实很简单，先是启动卷缸机，把叶缸收上来，等网面上来时，就用绳子挂住，一节一节的用吊机吊上来，按顺序平铺在边上就行。阿和边说边示范，没一会也收到了网囊的位置，在口子的位置用绳子打个结，然后挂到吊机上。随着咯滋滋的作业声音，网囊被越拉越高，然后慢慢转移至分拣的甲板处。开门红！看着鼓鼓的网囊，阿和兴奋地大叫一声，大家随即附和地跟着叫了起来。林浩看了一眼网囊的体积，估出这一网大概有个2吨左右的货，还算是不错的。他笑着指了指阿和，后者站到了网囊边上，拉住绳头，随着猛力一拉，网囊像是决堤了一般，哗哗地往下掉落，鱼砸到甲板上，有的还没有反应，就被后边掉下来的掩埋，有的则快速地跳到了边上，然后被站在旁边的人一脚再度踢回鱼堆中。我天啊，这么多鱼！冯新华双眼瞪得溜圆，这样的场景他还是第一次的见。大家的面上喜忧参半，喜的是这一网没太多的垃圾，而且目前来看鱼货也比较单一；忧的是鱼都不大，这又给分拣增加了难度。哥，都是红山。阿和说着便蹲下身开始分拣。赖包拿起一尾细看了看，随即高兴的道：阿浩，是正宗的红山。山是本地对金线鱼的一种称谓，当然各地的叫法不同，有叫红三、鲤鱼、钓鲤，说的都是这种鱼。而金线鱼的种类也很多，市面上常见的有3种，一种是正宗的本地金线鱼，还有2种分别是深海金线鱼和日本金线鱼。要说区别，对于渔民来讲非常好辨认，本地的金线鱼头部有一根金色的条纹，胸鳍上方还有一块红色的斑点，再有就是背侧往下一点有一根金线一直到尾部，而本子金线鱼没有这3个特征。至于深海金线鱼，则是在鱼肚的地方有2根金线，所以本地也叫黄肚。这3种鱼以本地金线鱼的口感最好，价值最高，这一网的个头也比较平均，都在半斤左右，这在金线鱼当中已经算是大个的了。这个规格的应该能卖到25块左右1斤。分鱼有啥讲究不？冯新华蹲到阿和的边上，虚心的求教。分品种和个头，这一网个头比较平均，分拣就比较容易些。对了，小心一点，海鱼的鳍都很锋利，别被戳了。林浩没有急着帮忙，叫上阿晨一起，先将网都绳系好，把网给放海里。弄好之后，他又望向左边的船只，对方好像也在起网，没用望远镜，他看得不真切。从左到右，本地金线鱼、本子金线鱼、深海金线鱼。金线鱼的性价比极高，别看个头小，但口感相当的好，鱼肉肥厚，细嫩少刺，而且还有一定的补肾效果，主治肾阳虚、四肢无力等症。当然也仅限于本地的正宗金线鱼，其他2种常见的口感就相差蛮多。船上增加1人，现在甲板上盘坐着7人分拣。林浩发现自己压根就挤不进去。柱子跟我说了，拉了一网红山，有个3、4千斤的样子。钻回舵室，便听老猫说道：“我们也差不多，能值个大几万也不错了。”老猫一指水侧仪：“阿浩，水越来越浅了，这里只有30多米。”林浩的目光看向 GPS：“ 魔哥，这里我们好像没来过吧？往北或者往东的航线我们都走过，这里还是第一次。如果再折向北行驶个1天多，差不多就能到我们捞生钠的地方了。那就按现在的航线走吧。如果还是越来越浅，我们现在在海峡北段，应该不会再浅了。”2人聊了一会，林浩便走出舵室。刚冲过水的甲板，因为水汽的蒸发会更显得热，无事可做的众人只得躲在舵室边的一小块阴凉下边。奶奶的，尿都没了！赖包没好气的嘀咕了一句：“包哥，今天热的有些不正常啊。”林老二拿过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拧了一把，然后擦了一把脸道：“赖包摇头，掏出香烟递了一支给他。下场雨，有点风就好了。我估计今晚不下，明天也应该会下。但愿下的小点，这样也不耽误作业。”聊了几句，便叼着烟没声了，热得连话都不想多说，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。林浩提着个纸箱子走过来，给每人拿了一罐冰啤酒。多喝点，别中暑了。船上有蒸汽水，不舒服的也别挺着。大家接过打开，咚咚的就灌下半罐子，随着一口凉气吐出，浑身再打个哆嗦，终于感觉舒服了些。林浩也好不到哪去，他身体虽然经过系统改造，但还是被热得不行。这回别说喝茶了，常温的都不行，只有冰水浇下肚子才能一解渴意。老猫又开始在听歌了，
放的还是万年不变的邓丽君。林浩又一次战斗顶上时，终于看到了西边有云彩开始聚集，渐渐的越来越多，没一会就遮住了阳光，然后又有一阵的微风吹过，天气再热，海上的风都是凉爽的。这股风不仅吹到了身上，众人感觉都吹到了心里，那种爽意别提了。云彩虽在聚集，但还是只有薄薄的一层，并没有向乌云进化，能见度也丝毫未受影响。再加上海风轻轻的抚着，这才是渔民最喜欢的天气。捏了半天的众人，这一会终于恢复了精神，甲板上吹牛打屁的声音也正常了起来。林浩回到舵室，看了眼水测仪，猫哥，咋水又变浅了？老猫也郁闷着呢。按说不应该啊，这才刚好30米，再往前不会陆基越来越高吧？我们离陆地的距离够远了。差不多该收网了，这网收上来看看，如果收获一般，不行就往南试试吧。林浩说完，便走出舵室，通知大家起网。没一会网囊出水，大家再度兴奋地大叫起来，因为这一次的网囊鼓鼓的，比之前那一网还要好，看上去应该不下于4吨的货。现在就看网囊之中是啥货了。众人不由得都在心中暗暗祈祷妈祖保佑，这一网里是好货，量是够了，要是至上不去也是白搭，万一再来一网炮痰盂，还不够嫌弃的呢。这次阿晨上前用力地扯开了网尾，随即掉下的海货让所有人目瞪口呆。快拦着，别让他们跑了！卧槽，这怎么拦得住？娘爷，咋会是这玩意嘛？有反应快的已经开始拦着货逃跑，也双手搂着头发一脸懵逼状的。就连林浩也没想到，居然能上一网这玩意。螃蟹全是红花蟹，这也是奇了。除了螃蟹，入目还能看到至少有数十尾魔鬼鱼，而且个头都不小，少说也有个10多斤一尾。这两种海货怎么汇聚到一起的？林浩不是很理解。